今天百来只猎物，杀得尽兴。今日狩猎，猎物可不白死。我们每杀一人，都要拿他们生平最珍贵之物作为技术证物。开始。店主一招砍了永夜店主，我这百来人的永夜店成员，简直就是武林的无冕之王啊！无冕之王，好名字。别杀我！别！小不点，就剩你了。店主不杀我，当个宠物养着也行。是干净好闻的味道，也够漂亮。可我不是怜香惜玉的人。永夜店没有幼童少年，你想加入阎罗殿，那我就养个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你的身体、灵魂，一切都归我。多谢店主。阎罗殿主颜渊嗜血疯狂，每次任务就是高调虐杀龙首，将剩下残余抓去阎王殿，享受独家猎杀快感。公主，招惹这样的人，如同树立招魂幡呐！阎罗殿成立100年，精英杀手网罗天下情报，背后倚仗朝廷。少年即位的颜渊平衡殿中多方势力，没有人是这样的人，更让我热血沸腾。不错不错，水灵一边倒还触手可怜了。店主，小的自己清洗就行。也没想动手啊。这是想做本店的人。我是店主的，藏身体、灵魂，一切都归店主所有的宠物。使小性子呢？哎呀，美人生起气来也是活色生香。店主，穿戴好，露出一截脖子都不行。店主，废话。做个标记，本尊手里有个项圈，正好配你。这几年各家门派来来往往，都想给我店里塞人。一会儿穿得好，你去里外绕一圈看看，除了死尸暗卫、奴才婢女，这阎罗殿只有死人了。店主想让我活多久？这么有趣的宠物，本店颇具耐心，第一次养着看吧。毕竟那群猎物里，平白多出个少年尤物，本店非常好奇。阎罗殿里的无冕之王，嗜血残暴，潇洒轻佻，都令人望尘莫及。可那冰冷肃杀的气息，充满上位者的绝对掌控力。致命诱惑的刺激啊！颜渊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刻意接近的，那我们就心照不宣地来一场惊醒沉沦，看谁先踏进沼泽，迷走深陷。疼！颜渊。你叫什么？叫百里吧。啊，你知道我？夜行百里，日行1000，宝驹良驹啊！你才是马，良驹中马。太守风流，游人欢唱。驾！不如饮待奴先醉。驾！满眼繁华无限情。驾！驾！驾！
店主流星踏飒，好不威风。昨夜送来的宝驹白马，别人碰不得的金贵，你来试试。好啊，起名字了吗？骆明。好名字，骆明生白马。你昨夜去干什么了？应该问店主昨夜对我干什么了。哼，做我的人才能平安活下去。本店带你去换身新衣裳。今早醒来，到处都痛，腰眼酸得厉害，这马应该是骑不了。从现在起，你给我捂严实。没想到矫情的阎王爷们如此可爱。阎王带回来的那位，真的让他畅行无阻吗？这三皇子已定即位新帝，下派任务必须保密。任务我去，如实列入交易卷宗归档好，来历横行无阻。你静观其变，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。遵命，阎王此行万事小心。哼，无事退下吧。秦卓，哼，当初买通师兄给老头子下毒，逼我签赌命生死状，到现在还不死心。他这即位新帝的三昧真火，势必烧在阎王殿了。这阎罗殿的阎王，你们谁想当？师兄想要，我立马离开。师父，颜渊是朝廷奸细，不能放过。颜渊手上银线爬上肩头了，师父死了，你又有几天可活啊？也许明天你就瘫痪在床了。颜渊，你4岁被亲爹丢进暗卫营，宫里6年淬骨炼毒当皇子死士，都出宫3年了，还不该牺牲精神。你精心安排这些，眼下顺利掌权，就来收拾圣果了。颜渊，接下阎罗殿，任你差遣。谁稀罕？老头子，你千万别后悔把我丢在宫里，换你6年自由。我嫌恶心。颜渊，别忘了，你当了我6年的替身死士。哼，三皇子放心，宫里的引众无解，老头子必死无疑。结堂面门我去，成了，阎罗殿归我，独立朝廷之外。拜你，颜渊身死，阎王殿化为鹰犬，随你差遣。既然引众无解，那你呢？三皇子忘了，以毒攻毒是我一贯伎俩。大哥，人吓人，吓死人！你干嘛呀？你这几日都在查新月宫众长老的来往交易。是，我是想看。这是新月宫所有与宫外来往的信报，你自己看吧。你这些都给我。阎王吩咐你在殿中畅通，横行无阻。你等等，阎王这几日去哪儿了？环海群岛，着实费些功夫。庞大的情报网，偌大的阎王殿，怎么就平白无故离开这么多天？这阎王殿上下还是有条不紊风平浪静。哎，那个善物呢？叫他一起来吃，我有事问他。单爷吃住都在卓王殿，极少出门，小公子慢用。报判官，百里清风掠影追下环海群岛，阎王殿主目前未有捷报。哼，随便带回来的都会清风掠影的轻功啊。都好几天了，仙溪山上雷鸣交加的，有修道的渡劫啊。修的是劫道，山外阴那边是官府水路，这2年触礁沉船近100艘，真是风水宝地，怎么会葬送功德运道啊？8成啊，是仙溪庄那帮近水楼台的道士干的。哎呀，那不是个人吗？落海下全是暗礁啊，造孽啊！不止暗礁，还有水旋风，涨潮的时候足以把人吸进去。招克柔是人了，秦州就是专门来索命的。
颜渊，颜渊，喘口气。谁让你来的？生火烘干那么麻烦，催动内力便可。既然店主内力雄厚，那就把鱼催熟吧。倒也不能。我不来，店主都入海化鱼了。马蹄有失，一时不慎，耽误让你来的。不是善误吗？他给我想要的信报，说是店主让给的，又不是机密，当话本看。我想，既然店主愿意对我好，我也该回应一下。你要回应吗？过来靠近点，我告诉你。再近点。给你打个耳洞，把这个带上。但凡听命阎罗殿的，都会对你敬畏3分。店主，这是为何？我认定的人，许你横行无忌。倒不知，堂堂阎王，居然用虎牙伤人。店主当时把我直接扔水里，可想过如今会被我从海里捞出来？没想过，所以这枚无恙给你当通行令箭，不够吗？这次店主不抓些杂鱼回去调教狩猎了？本店都有你了，对那些小东西就没兴趣了。况且，仙府破了，山头塌了，有谁能活也是造化。有了我，难道阎王变仁慈了？你觉得呢？风声雪荡开了云烟，我看见星辰落你眉眼，木帘下本店睡相可美。睡着的时候不像传闻中那般，还有些琳琅可爱。应该再歇歇，脉象有点乱。哪有那么娇气？尽快回去吧。店主，这耳饰怎么会全店上下都认得？10年前仙门武林大会的头彩，就是这对仙灵宝器。你的无恙是气修道士的饲养法器，好好收着。10年前，店主能夺冠成名，我才8岁半，被爹娘送去星月宫，也是那一年。对呀，你现在也没多大。店主，你好老啊。阎王，星月宫的信息都在这儿了。这么严肃干嘛？活泼点儿，你也没比百里大2岁。自是不及百里的，我先告退。他为什么总是抱着剑？那把剑是他的命，你千万别碰。证据确凿，百里公主何时回去处理内务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不然呢？我向来没有给宠物取名这种耽误时间的爱好。走吧，吃了饭，本店陪你走一趟。这种清理垃圾的事，宜早不宜迟，万一腐蚀内力，就难救了。输了，这局被他弄得措手不及，我输了。这趟回去了，不会有机会回来调查七叶堂和父母的死因了。可把这东西给我，就是承认我吧。快吃饭，别想东想西的，8层马甲而已，怕什么？堂而皇之带我进来，你就不怕？星月宫对阎罗殿毫无威胁。那不一定哦。说我发现你有瞒着我的事，那可就真说不定了。
这宫里景色宜人，百里倒是会享受。是不是谁都不能轻易伤到你？说不定，也许你能。阎王不会怕水吧？只是不喜欢，不克水。这几日伤好了？当时丽姐有些反噬，早就无碍了。去仙栖山也是鹰弩传信。百里担心了。担心了吧？为什么鹰弩传信就必须是你去？乖，有些事你不知道反而安全。处理好家务事，想回去随时回去，无人敢拦你。你不用担心我，这世上能杀我的人都在闭关修炼呢。哼，轻狂，你已经不年轻了。痛哎！我是说人外有人，后浪推前浪。哼，你好好说，哪次是你这10年的浪推我了？哎呀，快滚吧你，俗梗烂套！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舍不得用你身上。一连5日了，阎王还没传信回来。还没。他去的哪儿？可我接应。阎王出巡，一贯特立独行。若有受伤呢？你说呢？今日怎会突然入我蛛网殿？我有些担心，想找你一起等阎王的消息。你随意，我去就来。我记得8岁时，爹娘被七叶堂请去，欲买断洗髓丹，爹娘婉拒，反被求回。逃出来的第一时间，就将我托付给掌门师傅。1月后，七叶堂被阎罗殿灭门。颜一月，深陷其中的他，会是罪魁祸首。找到了。又找哪个门派的密本10年前武林大会的，领略一下店主风光。10年前的记录有缺详尽，不可考究，充当话本看吧。百里，你怎会这般？这般狼狈吗？洗髓丹，洗髓丹，你怎知道？你认得？我怎认得？这世上除了我，恐怕没人知道洗髓丹。它是我爹娘所创，我当然认得。你爹娘所创？10年前，武林大会前夕，一剑斩杀七叶堂主的阎王是不是你？是我。4尸7爷，生前残余带回阎罗殿，是你设定的游戏狩猎，对不对？是我。误会了，上面分明是你的笔记，清清楚楚地记着你寒露时孤身上山，一剑杀了七叶堂主，围困重伤，掉落密林下的圣湖里。当时正值危机时刻，任务记录都由我一个人转述。霜降时，我曾收到父母启程来星月宫的传信，可等到立冬的饺子凉透了，我只看到爹娘尸体被运回星月宫。我重伤昏迷20多天才醒。也是那一晚，我也收到了你伤愈回归，带回所有七叶堂残余，设下密林狩猎的游戏。你可知那时的我，不过和你现在一般大。那情报当年是我亲手写的，你就不信我现在说的？现在，我觉得你会骗我。就因为如今我在意你了，想和你在一起，就编谎骗你。我是怕我自己太喜欢你了，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你。可若就是你杀了我爹，我宁愿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，也不会放弃保证。可这爱都滂沱，风月如何归于我？欠债还钱，欠命偿命，都好过这人情债啊。
中失控了，只能一击毙命，争取时间赶回去。谁砸了7品林？可算醒了，你倒是命大，剧毒成疴，内伤严重，还能挣扎浮到深潭水面上。你们是？你重伤落水，呛了肺，刚先别说话。毒入根本，未能除尽，切记不得靠近海河湖水，方能控制得当。这里偏僻隐蔽，你好好养伤。我们这2日就要走了。小兄弟龙精虎猛，身体底子好，恢复起来就是快。正好把药喝了，来。多谢。请问负伤至今多少时日了？半月有余，先吃面。出来许久，家中担心，晚辈必须告辞回家了。多谢二位救命之恩，晚辈颜渊，师承阎罗殿。二位有难，不如移步我家中暂住。你是阎罗殿的人？狼狈重伤，被二位所救，本应报答，但身无长物，只有不芒寒舍能为二位暂避灾祸。我们百里一族以钻研炼药为生，这是洗髓丹，也是招致灾祸的源头，现赠于你。它可化毒续命，可注意修炼。若日后碰到有后生认出它，无论如何，请你护他周全。颜渊定真是丹药，不负恩公所托。敢问后生是恩公之后？昨天易主的七叶堂，把这3日出山门的人全杀了。可不是，杀的都是夫妻。听说是那个炼药的百里家族的人。首领，2人身上、屋里、绝地均没有洗髓丹的踪迹，但发现了有第3个人的痕迹，可能已经被转移带走。有人跟着，他回新月宫了。传信擒捉，换党尽除。阎罗殿自此与他再不相干。眼中日渐肆虐，不得近水沾染伤寒。你要冒雨寻他，是嫌命长？善悟，10年后的阎罗殿对上朝廷，你觉得胜负几何？报公主，阎王在门外求见。他等多久了？你哆嗦什么？独自站了半个时辰，才他总咳嗽，一开始小的没敢认出来。我让你汇报他咳不咳嗽？那是有伤在身。公主，阎王名噪武林，可仇家也是满布江湖。到这个时辰，带他进来。阎王何来？我来，物归原主。多谢，不送。是我对你太好了，以至于有恃无恐，忘了你曾有求于我。现在真相大白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那不如水火不容的还是。大爷，放开我！说那夜算醉酒驰骋，现在就让你明记癫狂。百里清，你招惹的从来不是好人。杀了我爹娘！颜渊，你再做下去，我杀了你！先做再说。你这颗脑袋只剩一张漂亮脸蛋营业了，我帮你通窍开智。颜渊就是个疯子，出去，给我滚出去！那完了，是你让我进来的。
爹娘是叫我活命南宫，除了诸王殿，其他门派收到的消息都曾被拦截查阅后另行送出，来回间隔有时间差距。刚入阎罗殿的你，得是多憋屈，才忍着被我调教。我当着阎王给我送来当年全部事情，倒是真假可辨，仇怨得逞。麻烦，调教宠物索然无味。这次百里公主管教好宫中上下，别惹了阎罗殿的忌讳。你我一刀两断。疼死老子了！狼崽子犬牙尖利，半路调教养不熟，胆敢伤主！突发的真是时候啊！阎王，我家主子有请。来，抬着老子大驾去见你们主子。哎呀呀，颜渊，别来有恙啊！这狼狈的模样少见了，还是圈养的小晴儿伤你的。哼，你也有今天。不这样，你也没机会请我来啊！我来就是当面跟你说一声，当初你没拿下阎罗殿，如今故技重施，最多就是人财两空。却阎王，换挡这毒最近研制出了解药，你听话照做，没准能滋阴补阳，长命百岁。哼，老子搞不好都是他灭门仇人了。好巧不巧，你这算盘又打折了。当年你身中眼中银线没顶，你是怎么解的？将死之时被百里家族救了，但百里夫妻死在七叶堂。哼，这么说，你和百里清那小子有血仇啊？你把无恙给他时，你才一个10多岁的小子，会不会认识萧月？他装的天真无邪，慈父接近，是不是也想要没有阎王的阎罗殿呢？放屁呢！要杀就杀，老子不可能把阎罗殿双手奉上，沦为朝廷鹰犬。老子但凡活一天，都是阎罗殿说一不二的殿主阎王。哼！不过，若是老子真死你手里，阎罗殿3000死士800暗卫，不知道皇帝能不能睡个好觉？哼！皇宫重兵把守，朕也能派铁骑踏平阎罗殿。省省吧，秦卓，你的探子好使，为何非要我阎罗殿不可？你当真以为铁骑将军我不认得？他每日吃喝拉撒过的酸甜苦辣，我那诸王殿都一一记录在案。哼，又如何？百里清佩戴无恙，手持阎王的孝月令，就算是半边天的善物，又能压制几时？哼！何况如今谁说朕只要阎罗殿？你要死阎王，凶猛牲口一样。公主，沐浴上药吧。他的伤滚出去！自行令发。青宝，你看，爹娘成就突破，炼成洗髓丹了。有药草香哎，爹娘是最厉害的。青宝，一朝得见，喜乐平安。
愿百里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青宝，只有娘亲喜欢画我。笔锋苍劲，是颜渊写的。这纸条出自同一张。颜渊说的是真话。顺景恭从，好好修炼，拾医问药，不得荒废。洗髓丹惹了祸，可丹药无错，错在谁手？这药，爹娘只交于温良恭谨之人。儿子切记，识人善变，不能一叶障目。谆谆教诲，儿子都记得，一定乖乖等爹娘回来。爹娘正是因为七叶堂主突遭杀害，里外混乱，才逃出来的。公主怎么这般着急？难道阎罗殿下了招魂幡吗？师叔可记得，当年我爹娘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弟子汇报，是在七叶堂附近水潭山坳的破屋，破院里有几具七叶堂弟子。你爹娘是救我活命的恩公，你我一刀两断。一叶障目，我真的错了。阎王下令不让我进。阎王于5日杳无音讯，诸王殿下令，除任务外，阎王殿禁止出入。5日，手持无恙，横行无忌，闪开！不依无恙是来往行令，擎苍笑月是阎王权令，你须臾接近，怎会全然不知？几次三番，你都是守殿干党，为何不派人搜寻？若阎王魂归，你手持擎苍无恙，便可接任阎王殿主。我要七叶堂灭门和武林大会前后的所有情报。阎王失踪，口风严谨，不得泄密。若江湖上有人知晓，我唯你是问。你送了什么？那日诸王殿，你话里有话的猜到，为何不明言相告，害我误会阎王一场？哼，你们这种年纪小城府深、自信自负，都更相信费功夫得来的。我直言相告，你就相信吗？的确，我发现令星月堂假扮七叶堂，引幕后人能有所行动。秦卓登上皇位，自视甚高，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有不测，你紧急部署，迅速收缩。阎王一早留话，若他无故失踪，当第一时间收拢势力，养精蓄锐。你们知道会是谁？七叶堂一夜崛起，豪言壮语售卖失传已久的洗髓丹。哼，小狼崽反应挺快，懂得打7寸倒是聪明。你指使七叶堂得到洗髓丹，行迹败露，就让阎罗殿出手毁尸灭迹。若当初没让你回阎罗殿，朕可能更早2年夺权登位。是啊，或许暗卫统领的我能帮你夺取阎罗殿，收作己用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现在也不晚。晚了，当初的你只信自己，现在后悔实属正常。朕持权向来不受把柄，他既然敢拿东西换你，朕就让他有来无回，或者别对他打歪主意。哦，不是沉着冷静、波澜不惊吗？瞧瞧，一说小情人就冒刺儿了。也不妨让你练练他。洗髓丹给你，颜渊给我。先验明真伪。哼，不是血仇吗？颜渊和洗髓丹值得对等呢。小不点，把东西攥紧了，小心秦卓当场出尔反尔。
珍藏10年都没动过，你这败家孩子。又不是灵丹妙药，过了期，药效甚的呀。鬼灵精，老滑头。颜渊身有残留影中和太监的幻毒，两者无解，更是火上浇油。没有洗髓丹，他就没救了。瞧瞧，我可是为你一张脸养出这一身的伤啊！你想要什么？解药我有，你替他召开武林大会，当上盟主，率领江湖武林院为朕效力。你要信他达到目的还舍得救我，就是被夺舍了。江湖武林的阎王只是个人，逃不过生老病死。百里青，活人犹可替，死人不可越。我想做你心里有不可超越的人，如何？今日我必定带走颜渊，且看皇上是否埋伏兵将，除掉这里所有人。真没想到19少年竟敢围困帝王，他心甘情愿困守南荣城，杀了我，他也难见天日，不得自由。早晚杀了你，带他走。能走吗？能，老子就乐意跟你走。颜渊，秦州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哼，真的。我是江湖上的无冕之王，我活着绝不可能让武林门派为朝廷做事。秦州不懂，百里青，你懂我吗？我愿意懂。伤口还疼不疼？你心口还疼不疼？你还油腔滑调，本身就有残毒，十分影响伤口愈合。你心疼，我的伤就不疼。颜渊，回阎罗殿打开药炉，我重炼洗髓丹。怕我死啊？是不是没人能代替我？善悟就很好，人狠话不多。哼，他呀，别看和你年龄相仿，10岁就吊死在那一棵老树上下不来了。哎，别说你要抱我走，也不要面子吧。就是少时被死老头打断了腿，也都是单腿蹦进阎王殿的。老店主真能听你叫他死老头，不打你才怪。嘿，他敢掀棺材板儿，也就让他晒晒太阳，骨灰飞扬。封顶的人都走了吗？来，都走了。行，那背我走吧。好嘞，你睡会儿吧。风雪荡开了云烟，我看见星辰落你眉眼，暮帘悄悄蔓延，深更方寸心间。醒了，恶伯，炉子给你炖了粥，我给你端了。才3、2天就受了一拳，洗髓丹没进城就先放放。好，你别操心，我百里家族一脉相承，少有失败。扶我去正殿，今日年度会审。搞得好像吏部官员似的。拜阎王。善务率诸王殿800斥候密探，阎罗殿主控5000暗卫5000杀手，另有阎王一人率死士主司朝廷秘辛。我刚说的，你可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么
好，半月后，百里卿继任阎王，到时不一无恙，授予善物吧。哼，没劲，散了。爷爷，善物，朝廷事了，你安排好诸王殿，就去南荣城寻人去吧。秦卓不会善罢甘休的。3000死士混在皇城禁卫里，等他察觉，一切都晚了。被他关押的5天里，你还能算计部署？3日后武林大会，若我当真是无冕之王的话，还能和他谈一笔大买卖，用来买他的命。都坐，倒真是到齐了。哪能做啊？听说七叶堂重新崛起，阎王不给个准话。是啊，10年前轰动江湖的洗髓丹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如劳烦阎王，树立个武林盟当个盟主，无偿打奖，肃清一切江湖风气呀！好提议，有理有理呀！哈哈，诸位名人侠士都这么想，那本店就办个武林盟，群策群力，遵纪守法呀！果然成了继任大典，简单荒唐的十分认真。整个武林因为有阎罗殿的防守，让朝廷无法搅动祸乱，各门派都过得悠闲自在。是啊，连阎王现在都只关心咱们这小情小爱。你就是个大无赖，5000暗卫杵在外面围着，谁敢说不？当初我爹娘300颗丹药，只炼成了3颗，给了你这么个温良恭谦之人，纯纯的浪费了。百里，别怕，洗髓丹无毒，就算不能全解，也比现在要好。哎，要不还是先别吃了，要不先找个人试药，这次我炼成4颗，有剩，时间上也来得及。干什么？都敢带人围困当朝皇帝的百里卿，居然这么胆怯？废话，那能一样吗？对你我敢乱试吗？看看你是我的谁？叫百里说说，我是你的谁？极重要的人，只要活着就顶顶重要的人。那死了呢？你能不能别乱说话？哎，你能不能别突然乱吃东西？颜渊，这是生死簿里面所有门派的短板秘辛，还有阎罗殿上下所有的统筹布置。就算说你老，也不过而立之年，你干嘛上赶着交代后事？看看，都把狼崽子吓得说胡话了，这叫利益均摊，财产转移，小笨蛋。演员，怎么了？演员，别吓我！演员，别哭啊！对不起，我没见过，不知道会这样。你别死，你别死，都是我错了，不该误会，不该伤你。好了，你没听过排毒养颜吗？排毒吗？真的是，脉搏有力多了。看把狼崽子吓的，真是我的罪过呀！啊，我扶你梳洗。你帮我梳洗，我没力气啊。好，我帮你。最好是陪我洗漱。好，我陪你。还要多久？你做了多少呀？乖乖啦，我给你包了饺子，面揉多了，再给你下碗面。哟，是我喜欢的韭菜鸡蛋虾仁馅的。鸡蛋都换成王八肉，上菜刚好。一会儿又去面圣谈判，必须给你补补。至于吗？前几次闹得不愉快又不赖我，我还是吃面吧。
也行。昨天新送来的鲍鱼海参还有生蚝，给你做个高配版海鲜烩面。哼，你想憋死我就直说。你伤才刚好，那种事细水长流才行。王八饺子海鲜面我通通晓得，但是百里晴，今晚你死定了。明天再去宫里也不迟。哎，伤刚好啊，急不得，摆平秦卓要紧。我有必要重振福冈，让你从里到外重新记住我。阎王呢？一早留话了。阎王交代去接人。接谁？属下不知。百里，出来看看我给你带回来的玩具。这2天你就是去接他了。快让爷抱抱，这2天想死我了。一言不合就把私生子领进门，你还有脸说我？什么私生子？这是秦卓非要放进阎罗殿，日后趁机取代我的。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生恩养恩里撕扯挣扎罢。要是能养成你这样的奶狼崽子也不错呀。好啊，让他认我叫爹，我给你往好处养养。我不在这几日，你又见了各门派的年轻公子，听说有不少聊得志趣相投啊。是啊，都是年龄相当的，一个个都比善务有趣多了。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我怎么就把生死簿给你了呢？这都能踩着我上去，再撇下我单飞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哪有这种意思？那日追回来，看到3里山头的血迹和隔了几座的混乱树林，你知道我有多怕？我花了多少力气忍住惶恐，赶来阎王殿的。我才说了2句，就和我诉委屈。那时，你赶回去伤了所有七叶堂弟子后，又把我爹娘移进屋里的，对吗？是我。我想他2位并不想留在七叶堂的，就不敢就地埋葬。想着既然他们有了孩子，那风平浪静后自会来寻。爹娘说的对，你本就是温良恭谦的人，他们才会信赖你，把洗髓丹托付给你。我早该想到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走了2天，突然就会自我反省了呢？这2日翻了生死簿和那些陈年旧档，才越发心疼。哦，现在才相信我不是像江湖传言那般心狠手辣、草菅人命了。是，我知道我的颜渊一直很好，即使被生父亲手丢进深渊，回来之后也不过是冷漠处事。明知道就算老店主创立阎罗殿，看似摆脱了朝廷，可暗地里不过是为秦卓牵引着一条江湖眼线，也不忍心戳破表象。是啊，隐中制约的就是公众安危，怎会有解药？他自己养大的孩子联合外敌给他下毒，死前看见拼命要挣脱的秦卓再度出现，还把阎罗殿上下的以后都算计了。即使再悔不当初，也为时已晚了。相信死前他一定觉得对你愧悔，却不得不逼你接下阎罗殿。他相信唯有你能与秦卓制衡，除了你，谁也不行。哎呀，原来百里心中的我这么无可挑剔啊！你看这柄刀，眼熟不？非常眼熟。你还想捅哪儿？捅个对称？不是啊，我那天混蛋伤了你，如今想让你捅回来，不让我过不去。哼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想两不相欠的要去干嘛？摆脱我寻自由去吗？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哼，还是说你怕自己越来越老，被我嫌弃不中看也不中用了？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小百里正值年华，我才是昨日黄花。若有诗书藏在心，携来芳华成至真。你我表里如一。
阎王不要妄自菲薄啊！风铃那天，秦卓看你的眼神，我可是触目惊心，终身难忘。当崽子，爪牙锋利，收缩自如，你赏的那一刀算欠定了。若以后生了二心，我就还你。所以这个娃娃是秦卓的谁？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！他勉强算个皇室宗亲，和我毫无关系。我和秦卓从此江湖不见。把他放去哪儿？善务这会儿都到南荣城见心上人了，发誓不把人带回来，他也不回来。卓王殿事务，你既是着手看顾。这孩子找个院子养着，也翻不出什么浪。你想好啊，你和我可造不出个孩子，以后这阎王何人接手？你呀，比我小的10岁，有我护着且活着呢。这阎罗殿，你休想走出去。我家阎王就是个内心柔软的蚌壳，明明没人对他好，可却为着那点亲情，愣是让阎王殿树立成屏障，把朝廷和江湖割开，保护整个江湖不受荼毒侵扰。我家百里也是盘量调顺，为了我的幸福，善解人意的操碎了心了。1月1次我都缩减成半月1次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嘿，你当月信呢？1月1次的折磨谁啊？走，也带你去个世外桃源。家里上下那么多事了，你还想出去玩？管他呢，老子不自在，谁都别想自在。快走，也带你出去乘风破浪，再进一步。破什么浪？你现在好了也不能近水受寒。只有你皮儿薄汁满，水分多，只破你的浪。你把洗水丹给老子吐出来，以后喂兔子都不喂你。我喂你，喂到饱，喂到撑。你给我闭嘴！